過太多戰役，夜潮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在處心在角力。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你打算如何对待子明姑娘？她对你一往情深，已经不能回头了。明天上朝，马上请辞，今生今世不得踏入大殿半步。我要在满朝文武百官面前揭发这个老太婆的罪行，之后我要亲手把她脑袋砍下来。晚了，学业并不是真正的皇上，朕才是真命天子。九门提督于成龙污蔑总兵萨朗木一案，汉人于成龙只是官将3级，满人萨朗木就要处死。纳兰大人，你说可有此事？确有其事。朝中满人官员对当中的判决确实心存疑惑。康熙根本处事不公，包庇偏袒，他忘了自己的祖先，8旗子弟历尽艰辛才打下大清江山，前明腐败，余孽不息，日月会宫中行事，皇上深受其害。可怜皇上还没汲取教训，皇上正是糊涂，实祸源于太皇太后。够了！太皇太后历经3朝，岂容你轻言问罪？祖宗遗训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太皇太后偏偏自恃身份，3番4次在背后干预政事。你身为皇上，不加以阻止，还任由他左右朝野，只手遮天。试问满朝文武如何效忠于你？你身为皇上，何以服众？裕亲王，你在此大放厥词，歪理连篇。你处心积虑，煽动暴乱，意图造反，更不惜造谣污蔑太皇太后，你可知死罪啊！本王站在殿堂之上，又怎么会怕死？怕死的是你，你怕失去地位。各位王公大臣，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，请太皇太后亲自上殿当面对质，以正纲纪。奴才参见太皇太后。不起，何以常好声不绝呀？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回太皇太后，裕亲王和恭亲王的禁军已经把紫禁城重重包围，内外封锁。王爷要造反，夫犬真的胆敢动手，他真的连妻儿也不顾。你现在知道了，你现在明白福全是什么人了。太皇太后，王爷不会的，王爷不会造反的。他就是会，他利用这个机会，趁哀家不为意的时候造反。福全真是够狠了。王爷不会，王爷不会造反，王爷不会不管我们的。太皇太后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不齐，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还不带齐兵马，马上去皇上身边护驾啊！请太皇太后放心，皇上和王公大臣在太和殿上非常安全。奴才是奉裕亲王之命，请太皇太后和太妃上殿。奉裕亲王之命？你这个狗奴才，居然出卖哀家！不齐，你真是忘恩负义。王太皇太后一直待累不薄，你居然连同裕亲王这个逆贼叛变！阉人，这里何时轮到你说话？我没说，我没说话，没有，不要啊！不齐，你吓着太妃了。不齐，究竟福全给了你什么好处啊？啊！老太婆，混账！你仗着自己德高望重，
就对我呼来喝去的，你根本没把我当人。在你眼里，不齐只是一只狗，玉亲王就不同，他欣赏我，他招揽我，还答应登基之后封我做王爷。哼！如今皇上和玉亲王在太和殿等你和太妃上殿。李嘉祥，请太妃上殿。遵命。不要，不要！请太妃娘娘放心，奴才是奉玉亲王之命带太妃娘娘到太和殿。福全啊！正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娘娘请。太皇太后，请。小盒子，起驾。这。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好好保护二福晋。遵命。请二福晋放心，如今没人挟持二福晋和被子。玉亲王要奴才传话，二福晋可以安心留在慈宁宫静候佳音。步骑干得好，马上出太和殿，严加守卫。这，奴才先行告退。没想到一向忠于太皇太后的步骑也为你所用。福全，哀家老早就知道你是狼子野心，今天终于露出你的真正面目了啊！步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弃暗投明。今天不止步骑，连各旗旗主、满朝文武，都对太皇太后的所作所为有所疑虑，希望太皇太后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你们身为大清的重臣，国家的栋梁，先帝的遗训是什么呀？你们居然连同这帮乱臣贼子殿上谋反，迫害皇上，还要跟我这个老人家过不去，你们如何对得起先帝的大恩呢？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啊？啊！太皇太后站立在殿上，都是股肱之臣，开国元勋。这里不是你的后宫，任意被你辱骂。只有玄烨自小就怕你，才成为你的傀儡。难道太皇太后就能在此被你任意辱骂？你不但侮辱太皇太后，更出言诋毁。你先不顾国法，后不念亲情，把他老人家拘押于殿堂。玉亲王，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？人性？太皇太后一直在背后干政，各地衙门三书六部，无一不安插亲信县衙，监察各地官员，稍不顺从就加以打压，排除异己。就说侍卫营考核，就暗中操控结果，安排自己亲信进入侍卫营。这一点，聂多宝可以作证。还有，为了控制后宫，不分是非，手段毒辣，连自己亲人也不放过。如此罪状，还有人信吗？没错，本王额娘太妃，太皇太后对外讹称她病死。事实是，自先王驾崩之后，一直被困李仁宫，受尽欺凌。本王的亲妹端敏格格，她一直不喜欢，如今突然音信全无，生死未卜，恐怕已遭其毒手。还有本王的福晋，也是他派人毒杀。顾福晋真的死得很惨，还有端敏，你快把女儿赔给哀家！放肆！太和殿上是议论国家大事的地方，岂容你这帮乱臣贼子在此污蔑哀家，胡说八道，简直混账！太皇太后不必动气，本王有人证。太妃，不必害怕。今天在这么多位王公大臣面前，把先帝的秘密说出来，让大家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。皇额娘，你别怕，今天有长宁和二皇兄在此，没有人敢伤害你。当年
顺治爷的确跟哀家说过，说要把皇位交给二哥福全。此说法非同小可。玉亲王，你居然单凭一句话，妄想推翻先帝遗诏。皇上英明，玉亲王狼子野心，居然连一个疯妇也利用，简直是丧尽天良，厚颜无耻。太妃，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？究竟你的用意何在啊？哀家不敢说，哀家不敢说。太皇太后，你不要再恐吓太妃。来人，太妃受惊，扶太妃回寝宫休息。这当年，顺治爷带本王去狩猎，也曾经跟本王说过同一番话。福全，朕看得出来，你是帝王之才，将来朕的江山就交给你掌管了。太妃所言属实，玉亲王才是真命天子。大胆！皇上乃天命所属，真龙天子，岂容你妄加定断？玉亲王振振有词，又有太妃作证，我看必有内情。玉亲王，你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朕谨遵先帝遗诏，承继大统。自执政以来，勤政爱民，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。你问问皇祖母，先帝并天，举国同哀，本王身为儿臣，生生泣血长跪殿前，太皇太后居然狠心的不让本王见先帝最后一面。众卿家可知当中真相？并非因为先帝死于天花，而是因为太皇太后想隐藏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当年先帝根本没死，先帝并天是太皇太后精心安排，目的是要瞒骗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。玉亲王，当年先帝龙御上病，八旗父老、顾命大臣，你我皆在现场，亲眼目睹先帝大殓，如何作假？亲眼？当年大家有没有亲眼见过先帝的遗体？有没有亲眼看着先帝下葬？有没有？玄烨，你刚才所说的，可有凭证？太皇太后连先帝并天也胆敢弄虚作假，试问太皇太后如何对得起大清的列祖列宗？先帝当年身染天花，太医说此等恶疾极易传于他人，先帝不忍子孙受苦，决定后人不得瞻仰遗容，此乃事实。你居然在大殿上信口雌黄，污蔑先帝的名声。污蔑先帝的是太皇太后，本王并非信口雌黄，本王有人证，证明太皇太后撒谎。当年先帝根本没死，你多宝。玉亲王所言，全是实话。顺治爷当年的确并未驾崩，更于清凉寺出家，法号行痴。叶多宝，大殿之上岂容你胡言乱语？你可知污蔑先帝乃大不敬之死罪？倘若污蔑先帝乃大不敬之死罪，那太皇太后岂不是要一死以赎其罪？大胆奴才！哎，当年董鄂妃一子成疾，顺治爷不爱江山爱美人，所以决定把皇位交给玉亲王。太皇太后何有其事？我就以削发为僧，求佛法，求大自在，求太后成全。大胆奴才，你无证无据，竟敢污蔑先帝和哀家！来人！来人呐！拉他出去！常言道，真金不怕火炼。
倘若太皇太后句句属实，何须怕聂多宝？事已至此，你无从抵赖。皇上是真命天子，岂容你在此妖言惑众？聂多宝，区区一个侍卫营统领，凭你一面之词，如何令满朝文武百官信服啊？皇上，其实是太皇太后擅改遗诏，隐瞒真相，是要把康熙爷你捧上帝位的。朕子玄烨，同是非所生，各承宗挑，资历为皇太子，承继大统。当年遗诏，并非先帝真正意志，是太皇太后后宫乱政，扰乱朝纲，篡改遗诏。不是，真命天子只有一个，就是当今的皇上。纳兰性德，上！凡作乱逆反者，斩！皇上在大殿被逼宫，救驾要紧，立刻派800名兰陵侍卫从东华门杀入皇宫护驾。护军营各守将，你们赶去大门；前方营各将进入北门，如有阻拦者，杀无赦。骁骑营立刻将400兵守住西门，谁敢接近太和殿者，杀！这帮逆贼敢犯上作乱，保护皇上！统统放下刀，否则一刀杀了他！纳兰性德，之前皇上革你的职，你何必再为他卖命？如今豫亲王已经掌管大局，你不如倒戈相向，和我一起助豫亲王完成大业。我对皇上的忠心，你这种卑鄙小人怎么会明白呢？奴才救驾来迟，望皇上恕罪。纳兰侍卫忠君爱国，何罪之有？平身。谢皇上。奴才已经遵照皇上旨意，把皇上的兵符交到上3旗旗主，敕令马上进京勤王。如今上3旗兵马之护军营、前锋营、骁骑营已经屯军京城4周，只要有任何异动，就会马上进宫保护皇上。做得好，豫亲王。朕知上3旗兵马已进京勤王，你自问还有多少胜算？我的人已经把进宫重重包围，我一声令下，你马上人头落地。到时候上3旗军心必定大乱。玄烨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又有多少胜算？不过，我不会这么做，因为我和大家都是满洲勇士，双方兵戎相见，我于心何忍？以武服人者霸，以德服人者亡。既然我是真命天子，我就跟你讲法理。乱臣贼子，有法理可言吗？别口口声声乱臣贼子。顺治爷的遗诏就是法理，先帝遗诏写得很清楚，大清江山是由我继承。你胡说，绝无此事。确有其事。聂多宝，你就跟大家如实禀告，要他们无从抵赖。遵命。好，好啊。聂多宝，就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如实禀告，若有半点虚假，天地不容。这个当然。其实最清楚这件事来龙去脉的，是一名前御前侍卫，他叫齐道廷，也就是我爷爷。你所指的是当年追随顺治爷左右的1等御前侍卫齐道廷？没错，我爷爷一生侍奉顺治爷，是一个忠心不二的好侍卫。当年顺治爷在清凉寺出家为僧，我爷爷也追随左右，一起削发为僧。但是太皇太后不想顺治爷出家这个秘密外泄，所以就吩咐爷爷侍奉在顺治爷身边，还要定期向他述职，为免牵连家人，就连家人也不敢相见，有家归不得。
后来顺治爷病重，临死前有一件心事未了，就写下了一封遗书，交给我爷爷，吩咐他一定要亲手交给裕亲王。我爷爷知道顺治爷一死必有后患，于是暗中把顺治爷的家书一分为2，然后把其中一份托人送给我爹齐万昌，吩咐我爹马上逃离京城。我爷爷自知背负这个京师秘密，始终难逃一劫，于是自行回宫向太皇太后复命。顺治爷已经不在人世，然后就当着太皇太后面前自刎以死明志。死一个奴才侍卫，对太皇太后而言，就好比死了一只蚂蚁。可怜齐侍卫一番忠诚，却阻止不了太皇太后的狠心。他要赶尽杀绝，派人追杀我们一家。我爹带着还是婴儿的我，拼命逃走。但是怎么逃得过那帮如狼似虎的御前侍卫的追捕？最后就在逃亡的过程之中，我就这样和我爹失散。我爹齐万昌一介平民，知道太皇太后不会就此罢休，于是只身进宫，当着太皇太后面前毒哑自己，换了太皇太后片刻之间的虚假慈悲。我爹一介老实平民，终身残废，忍辱25年，才能够和亲儿相认，但结果还是被太皇太后逼死。用佛口蛇心来形容太皇太后，也应该不为过。你这个狗奴才，居然……你满手鲜血，杀尽忠臣义士，我齐家跟你的仇不共戴天。如今天下百姓都鄙视你，就连顺治爷在天之灵也要惩治你。说得好，聂多宝忠肝义胆，大仁大义。众卿家，先帝遗诏在此。书信上面的确是顺治爷的笔迹。今天本王就在满朝文武、各位旗主面前宣读先帝遗诏。福全无儿，当你得见此信，切勿惊慌，因为于你心中，你阿玛早已并天，但为父其实尚在人间。我已皈依佛门，系天命难违，身体日差，自知命不久矣。我佛慈悲，每念及当年继承大统之时，仍耿耿于怀。念昔日为父曾向你承诺，大清皇位由你继承，此乃为父当年之心愿。以你在诸皇子之中，论才干德性，皆为众人之上。太皇太后，我看你千算万算，也算不到顺治爷的亲笔遗书会重见天日吧？太皇太后保重凤体呀！相信大家已经知道先帝顺治爷的意思，大清江山是由我福全继承。本王今天并非要造反，因为真正造反的是太皇太后和学业，是太皇太后篡改遗诏，是学业夺我地位。各位朝中重臣，太皇太后心肠如此歹毒，我先祖先父已经相继遇害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他仍然不肯放过我，多次派步骑等人对我严加迫害。试问一个如此灭绝人性之人，何以母仪天下，又何以扶助皇上，得披万民呢？够了！聂多宝，福全，哀家一直用尽办法阻止你继位，因为你自小就心术不正。若是让你统治江山，必定贻害百姓，祸延不绝。抗
平西才是治国之才，一代明君呐。玄烨，太皇太后称赞你是一代明君，如今于法于理于情，皇位都不应归你所有。所谓名不正言不顺，面对如此局面，你这位明君如何处理啊？若是法理不合，朕可以把江山交还于你。皇上，三思啊！奴才恳求皇上三思。皇上三思。二皇兄，你会珍惜百姓，爱民如子吗？你不会。玄烨，你太过武断了。天下不是只有你一个可以当好皇帝。由始至终，你的所作所为只为一己之私，并没有顾及百姓的安危。朝中上下不得安宁，满汉纷争无日无之，始作俑者是你呀！二皇兄，你为了夺权，利用编修《康熙字典》一事陷害大学士严玉明，目的只为打压汉族官员。之后利用开凿运河之事，勾结纳兰明珠从中作梗，借此满足利益受损，实则拉拢满洲官员，种种手段旨在挑起满汉纷争，唯恐天下不乱，置百姓安危于不顾。你连臣子都做不好，如何统帅百官？纳兰性德对朕忠心耿耿，你为了断朕一臂，捏造证据诬陷性德犯下大罪，要朕将他革职罢官还不够，还要挑拨他们父子，要他们骨肉相残，还有会飞的事跟你也有关。倘若朕把江山交到你手，只会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爹，你之前所做的一切，实在愧对列祖列宗啊！爹也是为时所逼，根本没有打算逼皇上退位。虽然裕亲王手持先帝遗书，不过皇上乃是治国之才，登基至今国泰民安，对江山社稷，甚至对天下万民，也有百利而无一害。纳兰明珠，枉你身为百官之首，这个时候居然看风使舵，厚颜无耻！玄烨，我今天所做的，不是要夺你江山，只是遵从先帝遗诏继承皇位。如果你一定要违背先帝遗愿，我们只有兵戎相见。朝宁手握9门禁军，纵然你上3旗兵马屯兵于外，也鞭长莫及。打起来，你只好束手就擒。二皇兄，长宁一定会效忠于你，没有人可以伤害裕亲王。玄烨，不义之师难以服众。你问问大家，有没有人拥戴一个篡夺皇位的君主？本王今天跟你讲法理，是为了维护大清基业祖宗家法。如果你恋战权位，以致血流成河，必定引来千秋骂名。若为平息干戈，朕可以把江山交还于你，但你必须许下承诺，事后不杀一人，不流一滴血。好，我登基之后必定保百姓平安，所有官员不论等级品位，只要全心全意效忠于我，本王不计其嫌，全数留用。好啊，朕相信在太和殿上，各旗父老、文武重臣面前，你所许下的诺言，必定能够履行。朕就把皇位交给你。且慢！敢问裕亲王，是否一切都应以顺治爷生前意愿做准？当然，
这是祖宗家法，毋庸置疑。好，那你没资格坐上龙椅，没资格登上皇位。聂多宝，你说什么？敢问殿上各大臣，当年顺治爷和董鄂妃所生的4阿哥，顺治爷是否曾立其为皇太子？太皇太后，顺治爷是否曾立其为皇太子？啊，确有此事。不过4阿哥出生以后，尚未取名就已经夭折，后追封为荣亲王。此事朝野皆知的。本王也记得，当年先帝是册立4阿哥为皇太子，日后继承帝位。宫中玉牒也清楚记录。没错，本王在关外也有所闻。当年顺治爷宠爱董鄂妃，爱屋及乌，所以立其子为皇太子，此事我们清楚知道。4皇帝早已不在人世，你重提4皇帝又有何用啊？你错，你错，你错！实情并非如此。董鄂妃本来是襄亲王的侧福晋呢，她不安守本分，反而勾引皇上私下相好。你为何一直对她心存偏见？哀家对她并无偏见，董鄂妃的所作所为，不止害得襄亲王羞愤至此，更令皇上沉迷美色。董鄂妃绝非如太后所言，以美色迷惑朕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跟额娘说话？朕心意已决，朕有传旨，封董鄂妃为皇后，4阿哥为皇太子。皇上要立4阿哥为皇太子，但是本宫相信，他绝对没这个福分。但是齐道廷不忍心杀害顺治爷的骨肉，于是暗中拿药令皇太子假死，骗过太皇太后。等救了皇太子之后，偷偷拿一死婴调包，再送出宫外，交给儿子齐万长抚养成人，以保顺治爷一点血脉。你说当年皇太子荣亲王尚在人间，荒谬，简直荒天下之大谬！荒谬！你所做的一切才真是荒谬！聂多宝，大殿上口出狂言，想阻止本王登位，你有何居心？因为根据大清祖宗家法，倘若顺治爷退位，继位的应该是荣亲王，何时轮到你啊？假如他还健在，的确由他继承，不过他早经夭折，如何做皇帝啊？也就是裕亲王也认同，由荣亲王继位，是天命所归了。如果他没有死，是好。裕亲王今天说的这句话，当着皇上、太皇太后、各旗旗主和满朝文武百官面前说的，你绝不能反悔不认。这个就是太宗皇帝所赐的五福临门金锁。当年哀家生福临的时候难产，后来母子平安。太宗皇帝亲书五福临门，并为婴儿取名为福临，也就是顺治爷。这个金锁是哀家亲自为福临戴上的，之后顺治爷就转送给董鄂妃所生的4阿哥了。这个金锁，我一出生就戴在身上，
弥陀宝，他看起来是有几分像董鄂妃。我真的有几分像董鄂妃？那我又有几分像顺治爷？啊！你现在知道我是谁没有？我就是当年你想置他于死地的那个婴儿，就是你的孙子4阿哥荣亲王。聂多宝，你妖言惑众，冒认荣亲王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觊觎皇位，夺我大清江山。这封是齐道廷的儿子齐万昌的亲笔家书，我身世的来龙去脉，里面写得一清二楚。何公，太皇太后信中所言，是否属实？皇上，你的四弟来护驾了，他帮你对付这个狼子野心的裕亲王啊！荣亲王有太宗皇帝金锁为证，由太皇太后亲口证实，毋庸置疑。朕谨遵家法，把皇位还于当年皇太子。裕亲王，你有言在先，说本王倘若依然健在，就应该由本王继位，你不会出尔反尔吧？聂多宝，当初你主动修好，假意和本王合作，各取所需，本王夺回皇位，你就杀了这个老太婆，为齐家报仇雪恨。如今你跟本王争皇位，那是因为你一切算得太绝。任你机关算尽又如何？你忘记了一句话：人算不如天算呐！朕不管，朕的兵马已经围入皇宫，朕不会输。你早就输了，你输给自己。你一直认为皇上抢你皇位，你一直认为太皇太后刻意迫害你，你一直认为全天下都亏欠了你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先皇的遗诏，你同样会为了皇位滥杀无辜，兵戎相见。为什么？因为恋战权力的人是你，狼子野心的人也是你。父权，我们8旗兵马绝对不会为你开战。没错，没错。你为了一己私欲，逼死我养父养母；你为了要得到皇位，连一点亲情都不顾。当日宫中爆炸一事，其实你早就知道内情，但是你居然置皇上的死活于不顾。你的良心去哪儿了？你还有没有人性呢？福全，当日朕对你信任有加，你居然暗中要取朕性命。朕是你的兄弟，你居然这么狠毒！还有，恭亲王，武福晋的死并不是如裕亲王所说，是太皇太后横加毒手。实情是，武福晋得知裕亲王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所以命哈善杀人灭口，再把罪名加诸在太皇太后身上，借此挑拨太皇太后、皇上和恭亲王你们之间的亲情。不过，哈善最终也难逃一死。真是亏你还说得出什么法理情！
你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无天、天理不容、无情无义的人！你说什么法理情啊？荣亲王，你说的是不是千真万确？倘若我有半句假话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他一直是在利用你啊！是你在糕点下毒，害得建成王死，还有端敏和皇额娘受害，全部都是因你而起。他要的是你手上的禁军，你怎么这么愚昧啊，恭亲王！原来你只是想利用我手上的兵马，帮你造反。本王真是大错特错，大错特错啊！豫亲王杀人如麻，罪大恶极，我们所有人都是被豫亲王所拨弄，奴才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治罪。请皇上治罪。虽然本王是豫亲王的岳父，但是夫权倒行逆施，本王实在看不下去，要跟他划清界限，请皇上恕罪，否则本王再无面目示人。请皇上严惩豫亲王。反了，全部都反朕了！什么康熙大帝，什么荣亲王，什么太皇太后，朕统统不放在眼里。什么恭亲王、纳兰明珠、纳兰性德、成亲王、三清长老、满朝文武，全部都是无耻之徒。朕不用你们追随，朕要杀了你们！皇上！你赢不了的。但是朕也不会输。这一刀和这一掌，就当是了断我跟你的恩恩怨怨。我很想告诉你，太皇太后、皇上、恭亲王、端敏格格，你本是同根生，你争什么？你争什么呀？不要再使无辜的人白白牺牲，不要再使宝贵的血白流了。今天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。二皇兄，够了，醒了。聂多宝告退。
皇上，恭亲王已经请罪，禁军也已经撤离皇宫回营，紫禁城已经恢复由御前侍卫把守，而恭亲王现正被扣押于宗人府，等候皇上发落。皇上，其实恭亲王也是因为过于重情义，才会被挑唆。多宝恳请皇上能够赦免他的罪。他到底是朕的兄弟，正如你所言，他是受玉亲王的挑唆，才会一时糊涂做错事。能得到皇上的体恤，这是恭亲王的福气。但是国有国法，所有和玉亲王串联谋反的人，一律要按罪严惩。他岳父成亲王也要主动交出兵权罪己。纳兰明珠及一众党羽也已罢官扣押。幸好有容若在朕身边，替朕立了大功，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。纳兰侍卫护驾有功，皇上理应论功行赏。当日朕知道玉亲王有所图谋，所以留了一手，表面上不再信任容若，让他可以离开朕身边，暗中彻查，并且替朕调动上3旗兵马回京。朕知道你是玉亲王的人，所以对你也有所提防。只不过没想到，结果会是这样。你忠义可嘉，临危犯政，秦王有功啊！其实多宝只是做应该做的事。多宝，四弟，你真打算放弃皇位？你不打算做大清的皇帝吗？三哥绝对可以退位让贤。千万不要，三皇兄。天下人个个都说想要做皇帝，但是在我追随你的这段日子，我看你终日打理朝政，废寝忘食。原来做皇帝真的很难。我自问呢，真的没这个本事。我聂多宝还是比较适合做一只闲云野鹤，自由自在的飞。看看，如今康熙盛世，天下太平，皇兄一定要继续执掌江山，千万别辜负天下百姓和列祖列宗对你的期望。不过四弟还有一个请求，恳请皇兄能够恢复我平民百姓的身份。我不求封号，不求赏赐，只求皇上能够当所有的事情都没发生过，以免得那班史官在史籍上改来改去。求皇上成全。好，朕成全你。聂兄弟，谢皇上。不过聂多宝还有一个请求。朕和你血肉相连，朕知道你想求什么。奴才参见皇上，参见荣亲王。平身。大胆纳兰侍卫，下次你见到本王的时候，叫我多宝就行了。是，荣亲。是，多宝兄。这样多好。不过，我也有句话想要跟你说。你真是个忠心不二的御前侍卫。聂多宝恳请皇上赐封纳兰侍卫为御前大臣，统领侍卫营。好，朕就应聂多宝所求，准奏。谢皇上，谢多宝兄。那你要记住，以后要好好的肃清奸党，让皇上可以安心打理朝政，知道吗？启禀皇上，微臣有一事启奏。
豫亲王被扣押在侍卫营，终日大吵大闹，不肯进食。皇上，豫亲王他别替他求情。你们两个退下。这。荣若。 坐。大胆！荣若，朕苦思多日，你犯下大逆不道的重罪。若朕不杀你，难以服众；但要朕下旨杀你，兄弟相残，朕也于心不忍。杀与不杀，朕一直犹豫不决，就交给天来做决定。 朕赐你2杯酒，1杯有毒，1杯没毒。如果你选中没毒的，此乃天意，朕不杀你。好酒，好酒，矫揉造作，根本2杯酒都有毒。 是你自己选的，朕成全你。皇上，哀家大半生为大清福祉，处心积虑。事实证明，哀家没有看错。康熙确实是一代的明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哀家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。哀家对不起齐家，对不起董鄂妃，更加对不起先帝。 一切都是哀家的错。难得太皇太后能大彻大悟，为时未晚。你还叫我太皇太后，就是不原谅哀家，不原谅我这个皇祖母了。聂多宝当然不会原谅。如今聂多宝心中无怨无恨。 又何来原谅二字？其实太皇太后需要原谅的是自己。哀家真的不善处理后宫的事。清风明月四时有序，何须刻意去理呢？太皇太后既然饱览佛经，若无闲事挂心头。 便是人间好时节，应该可以参透了。大师说的对，你有皇族的血统，也有先帝的才干。哀家真的希望你留在宫中，继续为大清老百姓造福啊！ 聂多宝不会留在宫中。我今天来，是向你们道别。
端敏他好吗？他很好。哀家也知道，端敏不喜欢宫中的生活。不过若是他喜欢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回宫探望太妃跟哀家的。多谢太皇太后，告辞了。关和尚，我走了。皇祖母，保重。孙儿，你也要保重啊。多宝，看见你就好了。到底宫中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有事啊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过去了。何况我刚见过太皇太后，会有什么事？皇祖母知不知道我们在一起啊？太皇太后，她希望你能够回宫，她想补偿你一切。就算皇祖母不追究我逃离宫中的事，我也不想回去了。那你不想念太妃娘娘，不想亲自照顾她吗？皇额娘有五哥和皇上照顾，可以颐养天年，我很放心。现在，我只想自私一点，我想自由自在的跟你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分开。泥人儿啊，老板有没有赵子龙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姑娘，赵子龙今天一早已经卖光了，不妨你看看这个花木兰也不错。花木兰又不是男人，怎么跟赵子龙比？花木兰女扮男装，代父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，真是不容易。原来你喜欢花木兰。其实我想说，当一个人真正的身份被揭穿之后，未必个个都可以接受。你想说什么啊？去别处看看。你没事吧？子宁，其实我跟你……小姐，可儿啊，可儿，你这个满洲败类，贪图富贵，认贼作父，害死卓舵主！我今天要为卓舵主报仇！子宁，子宁，子宁，离开我！我不离开你，我不离开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很想跟你永远在一起。我想跟你去石家庄，看看你家乡。好，我就带你去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有个心愿，我很想跟你白头偕老，但是我看这个愿望不能达成了。我跟你一定能白头偕老，而且至死不渝。如果我可以早点认识你，如果
如果我不是哥，大概都好啊。端敏格格的鲜血，只是点缀了紫禁城里面一幕幕的腥风血雨。皇城争斗的牺牲者，结果成就了满清皇朝的百年盛世。康熙大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享位最长久的皇帝。不久，孝庄去世，享年75岁，上谥号为孝庄仁宣城县恭义义天启圣文皇后。一生功过，也随之而逝。皇贵妃佟佳氏虽晋封为皇后，仍然瘫痪不起。康熙对她也情深意重，不时亲自照料。不过皇后空洞的眼神，却只是看着无边的天空，心里面一幕幕往事重现眼前。皇上真是宽容，其实2杯都不是毒酒，只是麻药。他到底是朕的兄弟。容若，将他和二福晋放逐到关外，终生不得回京。这。还有，把他儿子保泰带进宫中，朕要亲自抚养教导成才，不能让他学他阿玛那样。这。夫君，这里风大，进去吧。朕想多躺会儿，你先回去吧，曼君。知道了。多谢各位街坊赏脸，多谢了。招待不周了，招待不周了。招待不周，敬你多喝2杯啊。请坐啊。是表哥啊。多宝。表哥，你出家当了和尚啊？和尚只不过是个称号，最重要是心中有佛。多宝，你是不是为了紫宁姑娘受了太大刺激，所以出家？生生死死，本来都只是一副臭皮囊。学懂放下，自然心中无尘。对了，今天长满楼重开，你们远近驰名的百宝鸭还有没有以往那么好吃？你现在已经是和尚了，和尚还会关心百宝鸭好不好吃吗？多宝，你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啊？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又有何区别？多宝，他们说你是四阿哥的事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对皇上和太皇太后来说是真的，对裕亲王来说是假的，对你们2个来说是真是假，又有何重要？表哥。色走過太多戰役，夜朝正昂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。在處
心在隔離。